大家好，今天呢天气非常的潮湿啊，广州的回南天今年以来应该是最糟糕的一天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出来提醒一下，只是呢这个路都湿的。但是在出门之前呢，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新买的一个支架，原来那个支架呢断了3回了，但是这个到底管不管用我也不知道，看来还算稳固吧，专门为360配的一个支架。好，现在我装上准备出发，才骑几步就出洋巷了。刚刚应该是没有固定紧啊，所以它突然呢它这个就发生了转动，我重新调整了一下啊，看看会不会出状况。但我相信因为都是螺纹的，应该不至于掉下来啊，最多也就是松动而已。刚才在小街里面啊，都是一片潮湿的路面，但是骑到大路上呢，就感觉已经有点干了啊。今天气温呢是20几度到30度，应该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了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就穿着一个短袖，因为不穿短袖呢，等一会儿肯定热得要命。现在呢，我再次骑到了村外，准备呢还是通过中定路啊，向顺德方向骑断。
就是感觉。现在呢，有点过完节的样子了啊！你看这个路上啊，来来回回的行人特别多，基本上又恢复到春节前的一个生活状态。现在这条路呢，就是中运路啊，我骑过无数次了，所以呢，我还是为了节省一下大家观看的时间啊，当然也是为了省一些内存和电池的电力，所以呢，我就不录这一段了。到了接近顺德的地方呢，我们再来录制。刚刚骑到这个105国道的路口的时候，突然就发现单车卡住了，其实是掉了链子，卡到了这些齿轮中间。一顿操作以后呢，总算是放回去了，但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脱落。结果呢，搞得我满手油啊！但也不管了，既定的目标呢，继续向前骑吧，看哪里有洗手间再洗手吧。其实最近啊，出来的时候经常会考虑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如果骑得稍微长一点的话，你要有足够的装备啊，你要有一个大一点的车头包，这个包里呢可以装得下打气筒、备胎、工具，当然还有一些水啊、食物啊等等啊。以前买过一个菜篮子啊，其实真的用了没几回啊就脱线了，我就没怎么用它了。虽然那个菜篮子够大，但是呢，随着夏天将要来到啊，这以后出去肯定要放一些干的衣服，出汗多的话呢，就要替换一下衣服，或者呢，早上出去凉，中午就热，也需要把厚的衣服早上呢穿着，到了热的时候就要脱下来放到这个包里。总之呢，就是需要一个更大容量的一个包。看来这个是要尽快的去入手了，因为气候不等人了，天气热了啊。天冷的时候呢，不出汗啊，就你带2只小瓶装的水啊，基本上只能喝完1支。但是到了夏天呢，我是知道的，没有3、4支大瓶装的水呢，就骑不下来。现在呢，我向顺德方向骑行啊，就上次这段路呢，其实也骑过，前方300米呢，应该就是要进入顺德的地界了。现在已经是太阳满开的时候了，感觉也热了。我今天决定是对的，就穿一件短袖，就跟那个盛夏一样啊，其实是刚刚好的。
即便这样呢，等一会骑的可能还要出汗。前方呢又上桥了，过了桥就顺德。根据我上次经验呢，不用换挡应该可以骑上去的。很顺利的呢就骑上了桥，现在呢下坡，但今天不能再走错了，今天要直走，应该前面还有一座桥。那天呢，我就在右侧这条小路拐进去，结果呢又骑错了路来。根据路牌在我的左侧呢写着三桂村就是三桂村，顺德三桂那个巨大的牌坊。上次呢将错就错就到三桂村里面去骑行了一大段。今天我们要直走前面呢有牌子去向花卉世界长路农庄，大概都13点几公里，还有一个广东4大名园之一大良的清晖园大概24公里。其实也都是能够骑得到的地方，但今天呢未必会挑到那么远我们现在先上桥去。
显的这座桥的坡要大一些，但还是没有换挡骑了上来。现在骑下桥去啊。右上方呢，就是这条城轨啊，是碧江站，这条轨道去向顺德、中山和珠海。这里的地上啊，掉了很多的木棉花，还有紫荆花的花瓣啊，一阵风吹过呢，就掉了很多。前方呢就是珠海方向啊，这条路也称之为广珠公路。前方的路牌呢，就有两个方向了，向右转呢去城村，但我要直走去大良方向，也是往珠海的方向。
写过一个路况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右侧呢就是京珠西线，或者叫广珠西线，从这边呢是直接可以去到珠海的。我呢就直走了。从这边开始呢，又有单车道了，所以还是可以比较放心的骑行。这条路呢，骑单车我也是破天荒第一回啊。发现这个路牌啊，我的后方呢是北窖，这里其实已经属于城村的地段，也不知道我走的对还是不对。对面应该有一个北窖城轨站啊。其实从启福新村啊搭地铁到南站，转乘去佛山的地铁呢，是可以来到这里的。又经过一个红绿灯，右侧呢是南充大桥。
直到这边呢，我发现右侧就是顺德碧桂园。顺德碧桂园呢有很多，尤其是在他老家顺德，所以碧桂园是这边的非常常见的楼盘。这边有一个地铁站叫南松站，眼前呢是一条还算蛮宽的河冲，又上一座桥。原来右前方的就是君兰大道了，这边有个很有名的君兰高尔夫球场，也有一片国际社区。那我想的是已经到了北校的边上，那我就转到这条君兰大道来骑一段吧。果然啊，右侧呢就是君兰河岸公园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公园。既然到了这里呢，看看能不能从河岸来走一段。骑行呢，就是随心所欲了，见到想进去转转的地方呢，就骑进去；不通了呢，再折返回来。以前呢，我开车来过这里啊，把车停下以后呢，也曾经骑过车。但这一段呢，应该是没有骑过的，所以今天到这边呢，再来看一看。我觉得这片清河的公园建的是非常的漂亮的。那顺德这边呢，绝对称得上是有钱的城镇，所以这边经济发展的成果可以让老百姓来享受。怎么走着走着好像走反了呢？
谁知道我一不小心呢，又转回原路上来了，但也没关系。这边呢称之为金兰国际高尔夫生活村呢，应该离金兰高尔夫球场很近。这里呢也有佛山地铁，叫美的啊，这条就是美的大道啊。大家知道，著名的美的电器的品牌呢，就诞生于此。当然，顺德有很多的品牌啊，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。现在呢，我顺着这条美的大道啊，往深处骑下去。号称美的魅力小镇，大家看看啊，还有没有小镇的模样？应该已经成了现代化的一片城区了。像这种大道呢，以前开车肯定都是经过的，但骑行呢还是第一回。骑着车呢，相对比开车要慢很多。你可以四周的打量一下啊，这些马路两旁的景象，同时呢，也会给自己一些回味、思考的时间。如果不考虑啊，大城市那边工作机会多，就从生活而言，我觉得顺德这样的小城市才是最理想的居住环境啊。因为人比较少，人均占有的绿地那些环境啊都比较好。就在这边呢，可以踏踏实实的生活。
尤其是当地人啊，因为他的老家在这里，家族亲友都有很多在这里，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呢，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比较大的生活的空间，同时呢也非常方便走亲访友。要买东西啊，只要不是特别东西，这里和广州市中心没有什么两样，而且停车方便啊，路上呢开车也不容易堵车，有等等的好处吧。关键是这里的房价还是要便宜很多。其实到广州的番禺区，你看我就是骑着车就到了，半个来小时吧，所以距离上并不遥远。而且开车的话呢，还可以走高速，那些快速路，我相信也就是15-20分钟的路程。现在呢，继续顺着这条美的大道向前骑去。前面呢有君兰幼儿园，我记得上次好像经过的。因为从这边呢向左就去到北窖的城里了，向右呢就可以连接到君兰大道啊。马路对面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公园，我记得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啊，这边还在修建过程当中啊。那现在的话呢，应该已经建成了，所以我打算到这个公园里面去转一转。这个公园呢，有很多的鸽子啊，应该是专门饲养的。有很多小朋友在这边和鸽子们嬉闹。现在还有一些部分呢，还有待于植一些更漂亮的花草吧。这个地方呢，真的还是挺美的一个地方。就像这样的居住环境呢，反而在城里面就非常少见了，因为一般来讲没有那么大地方。你看这个园里应该是草地上都开了很多的野花，前面有好多的鸽子啊。你看前面上面做的鸽子的窝，这是给他们专门在这边休息孵化这样的地方。这鸽子好胖啊！这鸽子应该还是很好养的，因为它很容易下蛋，很容易繁殖的。你看啊，这种一个小亭子一样的专门是给鸽子建的窝。这鸽子在里面呢不受打扰，可以休养生息，繁殖后代。觉得小朋友呢，生长环境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一定要有这些大片的绿地，可以让他们奔跑玩耍。同时呢，也要亲近自然，不仅有植物还应该有很多的动物，
让他们从小跟这些小动物们相处啊，就不但有童趣，也会让他们更有爱心。这边呢有一块大石头，上面写着应该叫千麦花田吧，这样的一个地方，你看环境多好。这边呢有一个千麦花田的介绍啊，就属于北窖镇新城区。千麦花田呢位于顺德北窖岭南河源旁，总设计面积3.6万平方米，其中花田呢大概占了1万平方米了，是这么样的一个休闲的兼有景观和休闲功能的花园。这边呢就是岭南河源千麦花田全景导览图啊，这个就是等一会儿我到前面去转一转的一个城区啊，就弄得有点像以前的那种古代的小镇一样啊，有很多休闲的地方，当然也有很多现代的商业。那么大部分的建筑当然是仿古的建筑，但是应该说建得也非常的不错。只是这个河源呢，进去一是要买票啊，更重要的呢，这个河源它是应该不可以推单车进去的，所以我也就是到它的周围逛逛而已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还是利用我单车的优势啊，就在这个公园里面随意的骑行一段。不知道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当中有没有顺德的朋友，或者是来自于顺德或者在顺德住过的朋友。如果有的话呢，可以通过我这样的视频呢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新顺德啊。其实我以前来顺德很多回了，也有很多的这些视频，大家也可以翻出来看一看啊。这是一个贝壳一样的建筑啊，其实是一个小剧场，但是呢，看来是没有利用起来，叫足够戏台，用竹子搭起来的一个像贝壳一样的建筑物啊，我觉得非常漂亮。在这样幽静的公园里面啊，随意的骑一骑，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啊，在这边消磨流连一下。其实这边呢也是一条河道啊，但是应该没有路可以去，所以我还是要掉头。这边还有一个同样结构的用竹子搭成的清水的平台，但是好像已经建了好久了，而且这个材料恐怕也不耐久，我看已经有些都陈旧了。
但是我们在这边呢倒是可以看一看啊，就是整个这个公园的景色，还有就是眼前这小池塘。好，我在这边呢也喝一瓶水，休息一下啊，当做我今天呢到顺德这边的一个算终点吧。等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分享下一段的行程，希望大家不要走开，下一段再见。